今天我們聚焦一起反轉迭起的懸案——肯奇霍克謀殺案。2009年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偏遠小鎮汪盤，人口僅700餘人，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命案。11歲少年喬丹被捲入其中，歷經9年司法拉鋸，真相至今迷霧重重。汪盤鎮地廣人稀，狩獵是當地居民的日常，幾乎家家戶戶都藏有獵槍。本案的核心家庭是布朗一家，28歲的男主人克里斯·布朗在家具廠工作，踏實肯幹；26岁的未婚妻肯奇·霍克是小鎮理髮師，性格開朗，廣受喜愛。兩人均為二婚，克里斯與前妻育有一子喬丹11歲，肯切則帶着與前夫亞當·哈維的2個女兒珍妮莎7歲和艾德琳4岁。儘管是重組家庭，4人相處融洽，加之肯奇已懷有8個月身孕，取名克里斯托夫的新生命即將到來，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。然而2009年2月20日的清晨，這份美好被徹底擊碎。當天天氣嚴寒，克里斯一早前往家具廠上班，留下懷孕的肯奇與3個孩子在家。8點左右，肯奇讓大女兒珍妮莎叫醒仍在2樓熟睡的喬丹。喬丹洗漱後匆匆吃完早餐，與珍妮莎一同在客廳等候校車。8點15分，兩人背上書包出門追趕校車，家中僅剩下肯奇與4歲的艾德琳。上午9點，在肯奇家附近工作的建築工人發現異常，正門敞開，艾德琳坐在門口失聲痛哭，聲稱媽媽已經離世。工人立即報警，警方迅速抵達現場。案發現場位於1樓臥室，肯奇倒在床上，後腦中彈身亡，腹中胎兒也未能幸免。法醫鑑定顯示，受害者無性侵痕迹，現場整潔，財物未失，門窗完好，無強行闖入跡象，初步判斷為仇殺，兇手大概率是熟人。兇器被鎖定為霰彈槍，法醫從受害者腦部提取的子彈碎片證實了這一點。警方兵分2路展開調查，一路搜索現場及周邊，另一路走訪相關人員。丈夫克里斯首先被列為嫌疑人，但他案發時正在工廠上班，有明確不在場證明，且身體與衣物均未檢測出火藥殘留，很快被排除嫌疑。警方隨後將目光轉向2個孩子，在汪盤小學單獨詢問了喬丹與珍妮莎。第一次口供中，兩人均表示早晨無異常。喬丹僅提及出門時看到一輛黑色貨車停在車庫附近，誤以為是工人的車輛。與此同時，現場搜索取得關鍵線索，警方在克里斯家中發現大量槍支彈藥，其中一把型號為湯普森的半自動霰彈槍格外引人注目，這是克里斯送給喬丹的聖誕禮物。槍長約91厘米，專為兒童狩獵設計。在喬丹2樓房間的門後，警方找到了用橙色毯子包裹的這把槍，毯子上有小洞和燒焦痕迹，槍身隱約能聞到火藥味。此外，現場附近雪地中發現3個空彈殼，其中1個較新，位置靠近孩子們上學的小路，距離案發現場不足100米。第二次問詢中，證詞出現矛盾，喬丹堅稱未動過霰彈槍，並補充描述黑色貨車內坐着一名壓低帽子、看不清面容的人，而珍妮莎則突然改口，稱案發當天在客廳等候時看到喬丹擺弄獵槍，隨後聽到砰的一聲類似槍響，出門後還看到喬丹往路邊雪地裡丟棄了某物。校車上他詢問槍響原因，喬丹未予回應。結合珍妮莎的證詞，現場的霰彈槍及空彈殼，警方推測喬丹因妒忌父親對肯奇及未出生弟弟的關愛，萌生殺機，將其列為重大嫌疑人。案發次日凌晨，警方連夜將睡夢中的喬丹帶回警局審查，並在其案發當天的衣物上檢測出少量火藥殘留。消息迅速傳開，喬丹被媒體冠以美國年紀最小的魔鬼稱號，登上新聞頭版。然而警方並非只有這一個嫌疑人，肯奇的前夫亞當·哈維同樣疑點重重。幾年前，亞當曾因威脅要殺害肯奇及其家人，被警方發出限制令。兩人離婚後，亞當需支付女兒撫養費。案發前幾個月，亞當得知4歲的艾德琳並非自己親生，無疑具備充足作案動機。更關鍵的是，亞當駕駛的正是黑色卡車，與喬丹的描述吻合。但警方對亞當的調查極為草率，亞當聲稱不知肯奇的新住址，即便離婚文件與撫養權文件中明確記載了地址，其不在場證明由父親提供可信度存疑。警方以其卡車覆蓋積雪，衣物與手部無火藥殘留為由，僅1天就排除了他的嫌疑。而按照賓州法律，未滿成年的喬丹作為兇殺案嫌犯，需接受成人審判，面臨無期徒刑。這一判決引發廣泛爭議，多位知名法官提出異議。經過近3年的法律博弈，賓州高等法院批准喬丹在青少年法庭受審，即便有罪，他也可在10幾年後出獄。2012年4月13日，經過3天審理，法官判定喬丹對案件負責，相當於1級謀殺罪名成立。喬丹一方隨即上訴，其律師指出諸多證據漏洞，衣物上的微量火藥殘留可能來自此前的狩獵活動，警員未接受過專業火药味識別培訓，主觀判斷不能作為證據。
現場空彈殼僅能證明與霰彈槍匹配，無法確定來自喬丹的槍，受害者係近距離中槍，但喬丹的槍包裹槍支的毯子上均無血跡、腦組織碎片或纖維殘留。珍妮莎的證詞前後矛盾，且首次問詢在學校，二次在警局，環境影響證詞可信度。法庭最終未採納其證詞作為直接證據。2013年5月，賓州高等法院撤銷了青少年法庭的判決，認為其濫用自由裁量權。警方除喬丹外無他人作案的假設，缺乏證據支持，這是本案第一次反轉。但檢方隨即上訴。2015年4月，負責法官重新核對證據後維持有罪判決，案件第二次反轉。2016年9月，高等法院以多數票通過決議，肯定了青少年法庭的判決，喬丹再次被認定有罪。喬丹及其律師並未放棄，案件最終上訴至賓州最高法院。2018年7月18日，7名大法官中的5人以全票推翻此前判決。大法官戴布拉托德在判決書中明確指出，警方關於霰彈槍的證據不足，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喬丹是兇手，下令立即釋放喬丹。更重要的是，判決附加了一罪不二罰的多波特條款，即便日後發現新證據，也不得再次起訴。這意味着喬丹徹底洗清罪名。從11歲入獄到20歲獲釋，喬丹在獄中度過了9年青春。他利用這段時間讀書、打籃球，完成了高中學業。出獄後進入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。回首過往，他淡然表示：“我終於是100%的清白了。”真相雖遲但到。然而，這起懸案並未隨着喬丹的釋放而落幕。案件暴露出警方的諸多失職，未檢測門把手上的指紋，未對喬丹的霰彈槍進行指紋鑑定。案發當天未及時對喬丹雙手做火藥殘留檢測，取證流程極不專業。而被草率排除的嫌疑人亞當，其疑點至今未被釐清。他不可能不知道肯奇的住址，親人提供的不在場證明可信度極低。但也有人提出質疑，兇手若為亞當，為何選擇攜帶近1米長的霰彈槍在白天行兇，而非更隱蔽的手槍？且案發時地面有積雪與泥土，為何現場未留下任何腳印？另一個關鍵線索來自當年4歲的艾德琳。2020年，15歲的他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，案發當天他在2樓睡覺，被槍聲驚醒後走下樓，進入媽媽臥室時，肯奇的電話響起，他接起後聽到對方要求肯切接聽，發現媽媽毫無反應後，才跑到門口哭泣，幾分鐘後便被工人發現。按照這一證詞，槍聲應發生在8點50分左右，而喬丹與珍妮莎8點15分就已坐上校車，喬丹根本不具備作案時間。如今案發已過去10幾年，當年的辦案探員均已退休，即便他們仍堅信喬丹是兇手，也無法改變司法判決。若喬丹不是真兇，那麼真兇究竟是誰？是仍有重大嫌疑的亞當，還是另有其人？這起充滿矛盾證詞、證據漏洞與司法反轉的懸案，至今仍是未解之謎。